很多人一天接触最久的东西，不是床就是椅子了。所以这部影片我要带大家做椅子操。椅子操对空间和场地的要求都比瑜伽垫来得小。运动最重要的就是要每天持续。希望大家可以养成每天运动和拉筋的习惯。对身体来说，运动就是最好的保养品了。这系列我会分成3部，分别是肩颈、腰、背和手。这一集的内容呢是颈部放松。放松后会有促进全身筋膜链流动的运动。只要你也有肩颈僵硬的状况，就跟着我在椅子上一起进入这部影片吧。第一个动作，颈后肌群按压，手指4指并拢，按住颈椎两侧的肌肉。这边要按压的肌肉是头半棘肌和头夹肌，还有肩颈酸痛的冤大头上斜方肌。用左手掌根将筋膜拉紧后，用右手2、3、4指的指腹按下后，左右搓揉拨动它们，由上到下，不需要拨动的太大力，你可以感觉有肌肉束在指腹下滑动。经常低头会让后侧的上颈肌群长期处在低强度离心收缩的状态。肌肉会产生微小的撕裂，如果没有适时的放松或是促进发炎物质的代谢，受伤的肌肉束就会产生僵硬的结节，演变成大片的筋膜炎就很麻烦了。而且颈部传导痛严重时还会传递到眼眶、头顶，痛起来是超级难受的。由上到下反复3到5次，别搓过头会发炎哦。第二个动作，颈部表层筋膜拉伸。按完之后，我们接下来要促进肌肉外层筋膜的血液循环。双手轻放在颈部后侧，用4指指腹轻轻的勾住后颈。这边的重点是表层的拉伸，所以不要压得太深哦。用另外一只手扶住手肘，将手慢慢往前带，指腹往前滑到脊椎后倾，然后重新再往下，直到下颈部，反复3次。做这个动作要以耳后为界限，不要抓得太前面，因为再往前就是颈前三角，不小心就会按到颈动脉，而往后拉到脊椎旁边就停止，不要贪心抓太多范围。用这个方法可以让包覆在肌肉外层的筋膜血液循环增加，改善颈因性头痛的问题。脖子如果无法放松，睡觉的时候就容易落枕，转头的角度也会受限。健康的脖子要能够左右转到90度才是正常的哦。你能转到几度呢？第3个动作，侧颈与斜角肌拉伸。一开始将手掌放在锁骨正上方，往下轻压固定后，做出侧点头的动作。侧点头时可以用一点力量把手往外推，只要在肩颈侧边觉得紧紧的，就停留3秒再回来。如果手比较压不住，可以用另外一只手固定住手肘。侧点头10次之后换边。这个动作我们要拉伸的是斜角肌和它旁边的筋膜。虽然斜角肌是颈部肌肉，但它发生问题，酸痛点却会出现在上背膏肓、肩膀还有上臂的地方。也因为它连接在第一肋骨，太紧的话会造成第一肋骨与锁骨太近，压迫到附近的神经血管，造成胸廓出口症候群。至于什么是胸廓出口症候群，我以后会专门做一部影片来说说。如果你常常觉得手指无力或手掌冰冷，可以试试看这个动作。第4个动作，头皮筋膜放松。双手手指呈现爪字形，放在头皮上。压住一点固定后，压住的点不动，手指动，感觉就像是压住头皮滑动的感觉。松动头皮筋膜，一个点按摩10秒，总共做10次。从头顶慢慢的按到头后侧，一边按摩要一边深呼吸，吸气1秒，慢慢吐气4秒钟，让身体有更多的氧气运送到头部。深度呼吸也是现代人特别缺乏的训练哦。
头皮筋膜紧绷是上班族常见的问题，因为坐姿会把浅背线的筋膜往后拉，进而拉到头皮筋膜，所以大多数的人头皮筋膜都会特别紧。适时的放松头皮筋膜，可以顺便放松到浅背线，但还是要特别注意坐姿，不要坐得太驼背才是最重要的。第5个动作，胸锁乳突肌放松。找到耳朵后的骨头往下一个指腹的位置，3、4指左右搓揉。如果会太酸，就放轻力道，搓揉的位置沿着肌肉束左右按压就好，一次按压15到20下，定点按压，不要过度搓揉。胸锁乳突肌是颈部一个很重要的肌肉，也是头前伸、龟脖子或颈椎不好的人按到会特别酸痛的地方。如果你按到这个点会特别酸痛，那就代表你平常的姿势可能有点问题，让这条肌肉工作过度了。第6个动作，脊椎伸展。双手放在头后侧，将椅背顶在胸椎上，肚子缩紧，身体慢慢往后往上延伸。觉得肚子紧紧的就停留3秒，然后把右边手肘往上延伸，会觉得身体侧面紧紧的。这时深吸一口气，想象自己把气吸到右边肋骨，慢慢吐气，一共吸吐3次。3次之后换边。换成左手手肘像拔萝卜一样往上延伸，再次吸气，吸气吸到左边肋骨之后，慢慢吐气。现在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，就是吸气太浅。太紧的吸气会使得肋骨中的肋间肌群紧绷，无法被打开，而造成肺部扩张受限等等的问题。多做这个运动，把肋间肌拉伸开了之后，呼吸就会比较顺哦。第7个动作，前后脚弓箭步，前侧筋膜放松。放松完之后，我们要开始促进筋膜整体的流动。先站起来，右手扶住椅子，左脚往后大跨步，肚子缩紧，肚脐往肋骨靠近。左手举高，手往正后方延伸，伸到底之后停留3秒。你会觉得肚子或是属膝前侧紧紧的，这个动作就是要拉到前侧筋膜和髂腰肌。前后脚弓箭步蹲时，记得要配合呼吸。做30分钟，起来动一动，可以打断久坐累积的代谢伤害。经常在椅子上生活的人，除了髂腰肌紧外，前侧筋膜也会比较紧。当前侧筋膜与髂腰肌伸展不开时，会连带影响到呼吸，还有胸椎伸直的角度，进而影响到颈椎的活动度。经常生活在椅子上的人，这个动作一定要常做哦。第8个动作，前后脚弓箭步，腰部筋膜放松。同样一个动作，一样左脚往后，左手往右上方延伸，脖子是要多一个屁股往左边推的动作。感觉到紧紧的就停留3秒再回来。这个动作比起上一个，可以额外拉伸到侧边腰椎筋膜以及阔筋膜张肌。阔筋膜张肌紧绷也是非常常见的问题。阔筋膜张肌太紧绷，会限制到臀肌的活动，进而影响到步态。所以如果你有在练臀肌，一定要特别注意阔筋膜张肌的放松运动。这动作要感觉腰和屁股侧边紧紧的，停留3秒再回来，重复10次。中间尽量不休息，要有点喘有氧的感觉。肩颈放松之后，做一点全身性的拉伸运动，可以促进你全身的筋膜流动，把每一次放松的效果放到最大。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以垫脚尖做总结。垫脚尖的时候，尽量把重量放在第1、2、3指，不要把重量压在小妞妞，这样会将脚内翻。垫脚尖的速度要慢，慢慢的往上垫上去，并慢慢的放下来。一组做10次，一共做3组。垫脚尖这个动作对身体非常好，小腿又称为人体的第2颗心脏。多垫脚尖这个动作可以促进深层静脉血液回流，避免静脉曲张、水肿。而且垫脚尖又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运动，多做这个运动就是最好的保养品哦。
如果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按个 like 让我知道，也请你帮我分享给身边身体很紧绷的朋友。别忘了订阅我，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更新哦。那下次见喽，拜拜。